没错，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誓盟约。没错。海默，快给你公爹磕头。哎，使不得。礼数还是要有的。喂，二位，请坐。张玉泉是我舅，我娘家姓李，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，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。海默这孩子命苦，11岁，舅妈因病去世，舅舅带着他，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。明27年，日本人打进广州。那天杀面的日本人非要听苏州评弹，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，舅舅宁死不从，摔了3弦儿，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。宁玉碎不瓦全，这是玉泉兄的风骨。可怜了海默这孩子，没了娘，又没了爹。玉泉兄的家人，就是我顾某的家人。我就知道，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。顾某与玉泉兄相知于广州黄埔。民国15年，老蒋背叛革命，挑动了中山舰事件，一时之间，广州暗杀成风。有人出10万大洋，买顾某的相声人头。危难之际，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17天，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。彼时，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中跟海默姑娘的亲事。随后，顾某随军北伐，卸甲姑苏，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。海默姑娘，过来，快，让顾伯伯好好看看你。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，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，还记得吗？好了，别担心了，到这儿就是到家了。如果你不嫌弃，住下。海默，快谢谢顾先生。谢谢顾先生。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。顾先生言重了。哎，顾先生，怎么没看见少爷啊？嗨，这小子。报告，进来。处长，人到了。你好，我是师敌工科科长王明忠。你好，王科长。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。这是我爱人顾慧忠。这2位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，肖若彤、顾义忠。顾义忠、顾慧忠。我们是亲姐弟。啊，欢迎欢迎，来坐吧。啊，慢点。委屈各位了。自清乡以来，李晚伟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越猖狂，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，牺牲了一些同志，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，增加安全措施。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。来吧，同志们，先说说最近的情况。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，我们中了埋伏。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，
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。我们的住处，还有司徒米店，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。王科长，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。先不说怀疑，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的说给我听。行动前一晚，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的电话，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。这是顾某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门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，顾某不会不认。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义中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。顾某虽属老朽，但也新社会了，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。顾某汗颜呐，也替犬子给二位赔不是了。顾先生，瞧见了吧？什么桃园结义、伯牙子期，那都是戏文里唱的。人看富贵眼，难顾三家穷。海默，你说吧。海默，顾先生不但要悔婚，还要赶咱们走。哎，不，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。顾某只是说，这门亲事不成了，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。如果愿意，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，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走啊！太太小姐，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啊，谢谢王妈。谢谢。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？没错。哦，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？刘强吧，哪个部队的？新四军6师16旅新一团3营8连的。挺详细啊。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没跑出来，牺牲了。啊，你说的这个事情，多少有些蹊跷。90号刑场其实说逃就能逃的。再有，刘强宝同志牺牲了，那依你说，谁是叛徒？老鹰嫌疑最大。你觉得呢？我也怀疑是老鹰。报告。进来。老鹰，好了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，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。王科长，下面请正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。宜源行动失败，四通米店被端，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。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，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。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2天在醉八仙碰面，我必须得去，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。可是你第2天并没有出现呀。谁说我没有出现？若彤是替我去的，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。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，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。醉八仙，你说你去了，那良友咖啡呢？当时我在良友咖啡，
没想到的是，段文涛会突然出现。谁是段文涛？江苏省委在90号的一个内线，代号飞鸟。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90号。半年前，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，组织才唤醒了他，并把关系转给我，和我单线联系。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。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？我的掩护身份，就是良友咖啡的工友。这个，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。内有叛徒，8号细胞。表嫂，这么做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顾家悔婚，是他们对不起咱们。再说了，顾家少爷现在只是有女朋友，又没成亲，他一个公子哥哪说得准？没准过2天就玩腻了。但顾源这位置，咱们得先占上。来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……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。这苏州啊，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，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。就你这身打扮，别人看了瞧不起。顾少爷连看都不想看。大管家，干嘛呢？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？不是，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，看2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，鲁菜、粤菜、潮汕菜，还是淮扬大菜，我好备一下。吃的我们怎么都行啊。大管家，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。不会，不会。慢走。我再慢点。8号细胞，就是叛徒的代号。我们内部的确出了叛徒，而且这个叛徒，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，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。直接说吧，你怀疑谁？顾一中。不可能，弟弟不可能是8号细胞。顾一中，我问你，当天在良友咖啡，你开枪之后，90号的人追你们了没有？你意思是说，90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？顾一中，你一个读书人，没有受过特殊训练，怎么可能在10几个90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？读书人又不是笨蛋，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，就是个笨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话客气点。玉中，邵彤，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。坦白什么？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。肖同志，你有什么可说的吗？当天晚上90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，但他们朝我和一中开了好多枪呢。1次逃脱是侥幸，2次逃脱还能是侥幸？望树墩刑场逃脱，良友咖啡神奇突围，顾一中，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想想不可言辩。真武同志，那最八仙的事儿，我们中埋伏的事儿，你怎么解释？顾一中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，还有我们的住址。房子是你租的，没人知道。顾慧中是顾一中的姐姐，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？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？你的嫌疑最大，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。怡园行动是你制定的，所有参与行动的人，除了我跟一中，全部都牺牲了。要说嫌疑的话，你才是第一嫌疑人。怡园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，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。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，相片也是他提供的。你竟然怀疑志平？志平38年被日本人捕过，被狠狠拷打了1个月，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。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？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？我们谁没有？
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，谁身上没有伤？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？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是共产党，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。比刀伤，比枪眼，成何体统？那份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，是我跟玉泉兄的手笔。师长，早不来晚不来，这事儿透着古怪呢。小鬼子逼得紧，少爷一身麻烦，娃娃亲就来了。海默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，家里情况也对得上。海默姑娘看着单纯些，应该没错。但是那个表嫂翁太来路不太正，对这个表嫂要严加提防。明白。照理说，这婚不该毁，可是一中跟萧小姐的情况，你是知道的。唉，孝悌忠信，咱顾家先失了信呐。经理，哥，全是到苏州了，不会是黄新斋那伙人诈你的吧？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知道。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跟徐元增去重庆吗？泉水是中统的老人，徐元增一直都很看重他。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，恐怕是冲你我来的。郭景基被杀的案子，我感觉跟他们也有关系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反水，回去？反水？反得了吗？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。我走了，他能放过我？再说了，过了几年再回去，徐元增能相信我们？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。今天的局面啊，换来不易啊。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，哪条路都得走到黑。哥，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。哎，不行，哥呀，要我说，泉水留着就是祸。行了，哥，我再说一句，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，美人计他们。哎，行了。再怎么说，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的。哥，我心里有句话想问你好多年了，一直也不敢问你。那就别问。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，为什么最终你们没有在一起呢？我跟泉水是1927年认识的，他是我的初恋。后来在一起没多久，大家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。1931年的时候，顾顺章叛变，我不是被捕了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天意
还是有人刻意为之？就这么巧，审讯我的人就是泉水，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。我们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，又非又刚出生，恐怕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这次泉水见识不见？以他的脾性，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去见他吧，然后打发他回重庆。那我跟你说，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。如果让日本人、让李先生知道了，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。明白。同志，同志，别动！喂，站长，收到电报，西太湖冲山岛8号，马上抄送给近藤。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。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。这不可能，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。坐下。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。60、16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，他们团3营8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，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，觉得他的伤口非常可疑，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。你听我解释，而且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地方叫冲山岛。坐下。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。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，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。坐下。我是被，请你坐下。行行行，
庄姐，怎么样了？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。狄洪科判了顾一中死刑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审判委员会3票对2票。这只是施狄洪科的一个判决，执行还需要向上级申请。别急，我会想办法向新四军政治部提出申诉的。我相信上级领导会明辨是非的。若彤，易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。他从小是我带大的，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。你要说他冲动可能，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。会长，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，跟局里暴露。会长，羊水破了。小花，这还有人呢！闭嘴！闭嘴！会长，相信我，我不是叛徒，人不是我杀的。我当然相信你，你自己暴露，大部队全部都转移了。别走！小舅舅，我们快走！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了，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。不可能！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而且组织已经认定你是叛徒了。你快走，你必须得走。我走，我跟你一块。张二头，你在干什么？金城，你要证明你自己的清白，明白吗？快跑！我走。啊！会长，你给我站住！会长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！魏忠是叛徒，你怎么能放他走？他有没有组织进行？他不是。快走，别管我！快，送他上船，我掩护。志平，水爷，跟我走。我怎么可能是叛徒呢？你要相信我。根据地是怎么到的？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当叛徒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姐，你到底是不是叛徒？你到底是？放了贵重，这是你弟弟。还可吃了。姐夫，带我走走。我去应该鬼子。张先生，移动，移动，交给王姐。我出动了还入库，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，混蛋！谁说不是呢？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。
畜生不养相！说谁畜生相？阁下，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，新四军就在崇山岛，是否歼灭，跟我们有什么责任？是不是8号细胞给的？闭嘴！现在，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：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，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？那就是顾一中。很快，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。这样一来，他的父亲顾西行只能参加和运。你说过，顾西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，不是这样的吗？以前，顾一中是共党，老头敢这么说。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？我们不杀他，自然有人要他的命。那时候，顾西行和共产党之间，那就是血海深仇了。这样一来，顾西行很快就会下水。黄，你的意思？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，太君。三国志云：“攻心为上。”行了，你们都出去。嗨。周志飞，等一下，忘记了，有一个好消息。帝国文部省下发了苏州地区2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，贵公子榜上有名。那个太君，不行，我儿子太小了。周，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。周部长的儿子、马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。江苏省只有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2个名额，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。知道了。谢谢栽培。站长，锦城太君什么意思？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，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？你这么喜欢日本，要不我跟太君说说，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，好吧？这那不行了，我儿子还小了，而且你是站长，我就是一缝子。好，海波姑娘，行了，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，都出汗了。顾先生，海默献丑了。哪里，弹得好啊！我跟令尊结识，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。你现在唱的跟他一样好。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，家传的张派语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。讲究的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知音仍存，斯人不在啊！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，薛先生、沈先生去了重庆，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。哎，王妈，快带吧！顾老先生在呢。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谢谢。这观前街啊，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，就置办这么点东西。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，我看也就比香港。你还去过香港呢？啊，我们在广州住过，那自然去过香港呀。哦，翁太太，哎，以后要到观前街买东西，让富贵跟你去，让他给你提溜的。
呀？不把人家敬腾放在眼里，得罪人了。小四才这么点年纪，留什么洋呀？我跟你讲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去跟东洋人说。我跟他们说不着，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，孩子必须跟我留下。这样啊，老周，你去跟敬腾服个软，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给他呀。他还喜欢什么呀？古董爱啊，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？都给他。我是不会跟敬腾服软的，我要给敬腾低了头，我以后怎么领导90号？你当个汉奸怎么还当出个荣誉感来了？我不管啊，我不管，孩子是绝对不能送走。我的天哪，是我唯一的儿子啊！你给我送走了不行，要不然我去上海，我求李先生可以吧？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器左的了熟的吗？你别再丢人现眼了，行不行？我们算什么呀？梅先生的大小姐，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，现在都去了东洋。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，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。你是跟人家比官大还是比钱多呀？我周志威算个屁呀！老周，小四不能走，小四走不行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被送走了我就去跳太湖。你们就一个都逼我，要跳我们一起跳，全家死都算了。我要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？我需要当汉奸？阿爸，对不起，横又写粗了。没关系，粗了就粗了吧。今晚上先写到这个，休息。我再练练。进来怎么不敲个门啊？自己屋还敲门，旁人看了不更怪？把老爷哄得挺高兴，事情办得漂亮。老爷子是真懂评弹的，还给了张书场月票呢。老爷子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大小姐和少爷去哪儿了吗？又不听话，来之前就跟你说了，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及时汇报。我不是你们这行的，不会。什么叫我们这行？我们是哪行啊？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儿，我不杀你，你弟弟的命也保不住。飞行大队戴队长还等着我每个月的回信呢。提叔，怎么浑身是水啊？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！挑来了几个拿枪的人，哎，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90号啊！一中，你，哎呀，你怎么发高烧了？一中，我去给你拿药啊。老鹰是谁啊？望树墩刑场逃脱，良友咖啡神奇土味，
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苏志山已经核实过了，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。啊！为什么要当叛徒？他到底还是没来。哦，见一面就这么难吗？就是他实在太忙了，有时我都见不着。但是我哥托我问问您，这回来苏州，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？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。吴姐，我都这么说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这个面不能当，你当面万一再……那你什么？怕我把他也清理了？没有，他不怕，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，我们担心。叙叙家常总可以吧？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，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，两人叙家常，怎么可能啊？谁信啊？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的，我求你了，真的，以后你别再来找他，别见了。我是在帮他。徐老板说了，只要他回头，就既往不咎，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景基。你看，我哥早就说过，郭景基就是你干的。但是我希望你还是能听我一句劝，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，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危险，非常危险。我也希望你听我一次，安排我跟他见一面。不可能。你去告诉他，要是再有下次，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。蚊子的屁、肾都给扎破了，大夫说没有3个月下不了床。你看，人家这还没动枪呢，就搞成这样。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，哥。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。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？二组的出演之前跟上了，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，跟丢了。但是我已经安排侦信科全体出动，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宾馆、旅社全部排查一遍。没用的，把人撤回来吧。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，一定是住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。那我们接下来等他出手没有伤人命，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。哎，被他这么一弄啊，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森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。放心吧，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。哥，其实我倒不太担心，我主要是怕翟兴和金腾他们听到什么风声。黄新斋这王八蛋一直在找哥的不是啊。像黄新斋这种军统出身的人，抓不住中统的把柄的。那倒是，论搞特务工作，代理咱们军统还得是咱们中统的徒弟啊。我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，起来喝碗粥吧。表哥，帮我，一准没好事儿。说吧。周志飞的车牌号，你要的手表、望远镜，
你该吃药了啊。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，这家伙疑心病重，神出鬼没的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。枪呢？枪啊，我实在是搞不到，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。一壮，咱90号不去不行吗？这事不仅关乎我，也关乎我爸的声誉。不办不行。你是为了肖若彤吧？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，我绝不是叛徒。表哥，哎，1507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快，跟上。哥，后面有尾巴。什么人？是泉水吗？不像，像是个生手。螳螂捕蝉。一中，分开了，就定1507。好。慢点，跟上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被发现了啊！倒车，快倒车！贵州，你们胆子不小啊！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？把我表哥放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既然进来了，吃生活总是难免的。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，放心，里边没有毒。90号还是日本人说了算，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！来，吃点吧。你别对他动粗啊！我没有。来了，收动呢。人呢，完好无损，还给你了。顾西行那老东西啊，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，老蒋都要给他3分面。
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。如果将来贵重死了，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藤头上。贵公子久仰大名。日本战国时期，大名织田信长摘了俘虏以后，会一直观察。第一口吃鱼贝的是穷人家的，杀掉；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，留着。他那么聪明，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。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？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？在下近藤正男，苏州特攻战顾问。你们特攻战的厨子不怎么样，该换了。很风雅嘛。没听说夸祖上入风雅的。不吃了，走吧。还是望蜀的。走点。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。我呢，很敬佩你的父亲。在中国，除了鲁迅以外，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。当年黄埔4大教官邓演达、恽大英与令尊齐名，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，是蒋介石为无误，在苏州很有名望。这1年来，本人时常登门请教。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？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。大黄，包子铺的狗，别再放肆！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，在下十分佩服。你们可能对近藤有些误会。在昭和7年的冬天，在下就在姑苏盘桓半年。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拍了很多照片，也包括你的家，故园。中国有句俗话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扬州1里梦苏州，梦到花桥，水阁头，白居易的诗。在下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。苏州的好，是我们中国人的好，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在我看来，日中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，要共存共荣，相互提携。这是我听过对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，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。我讨厌暴力，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。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无限知识一职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，为日中提携尽一份力。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，我马上送你回故园。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，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，建立新中国。这一场战，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。错，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，这次你们还要输。是，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，但那是大清。现如今，我们会让你们输得一败涂地。
不服输？哥，那你服什么？死吗？是，顾少爷，叶明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滚！太君，他不是日中和平吗？老子不干了！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，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？老子干特工的，又不是演戏的。进去，进！他们这是要把顾一中送回去啊？顾一中这颗气不用，他心里就不舒服。真是个中国通啊，捉放曹都学会了，让他慢慢玩去吧。快脱壳下来！这顾家公主她家族怀孕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留个洋嘛，日本人这个新宫，别拍了！不让你别拍，听见没有？别了！不让你别拍了，听见没有？红妈，把少爷带回去，快！别拍了，你还拍？往后退，别拍了！你给我跪下！一中不知因何而跪。无人用汽车礼送你回来，你敢说不知？是他们陷害我的。外面那么多记者，还拍了照，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。你爷爷、你太爷爷、你太太爷爷，列祖列宗，你对得起吗？反正我问心无愧。爸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有什么用？倭人盯着固原也不是3天2天了。从苏州沦陷那天起，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怕的就是倭人趁虚而入，结果还是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给您和顾源闯下的祸，我自个儿去处置。站住！你处理得了吗？副连长，到，把他拉回去关起来，不许他出去。爸，少爷，就听师长这么一回吧。爸，给老夫个面子，你放开我！给老夫个面子，放开我！爸。富贵，这谁啊？少爷，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。
走吧。为了日中的友好，我们来场比赛。好。结束吧，下次再继续。每个人才给老子多少钱呢？演这个演那个，老子干特工的，又不是演戏的。两个莫总，破粪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！你就别看了，走走走走走！老沙，老沙，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的？那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乱写呢？哎，报纸到了，老爷在书房催呢。哎，海木姑娘，今天就给市长申报，江苏日报就别给了。这江苏日报怎么了？我给你看啊。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？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，你不能信。对呀，那这报纸我烧了去。好，烧了它。对对对对。郭西厢，郭西厢，哟，赵和来了，快进来。不用，你自己看。赵和，义中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，但此事过于重大，有关忠信，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。这是倭人的诡计，你不能上当。陆征和义中，他俩同时被捕，而义中呢，现在已恭送回你的姑父，而他的表兄还羁押在牢中。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？要不，我把义中叫出来，你当面问他。这倒不必。西行啊，自2500年前伍子胥驻苏州城以来，苏州8大姓，路过为先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？那当然。如果这个无信之事你敢去就职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不认你这个姓顾的。赵和，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。
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。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，已经证实了，顾一中确是日本人送回故园的。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，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近藤正男。王科长，那顾一中的事，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？顾一中呢，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，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，捉拿汉奸顾一中。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？去，把这给顾少爷送过去。饭菜自有王妈会送，我去干嘛？你们这弹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、小姐援手的唱段吗？有啊，但是我不会。那我现教你。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，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得两说呢？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送过去。不去。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。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。让你去你就去，你是他原配，咱们是有婚约的。告诉师长，老子16旅1团3营8连刘强宝。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？老子干特工的，又不是演戏的。你是谁啊？哎，等会儿，小姐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。没钥匙开不了。我知道，钥匙在富贵身上，就是我们家的管家。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？我不偷东西。哎，这样，前面那个房间是我的书房，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拜托了。那个，报告。啊，若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。王部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若彤同志，你能不能保证，在这次行动中，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？能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这样考虑的：若彤同志去，有他的作用。你们5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，怎么进入苏州城？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？我帮你们想好了。是这样，你
是江西来的，少东家，你就姓钟，啊，若腾同志假扮你的太太，你们一行6人，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，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，到仁和车行去查账，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。王科长，您这都安排好了呀？地下工作啊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能不能完成任务？保证完成缉捕汉奸不一中的任务。你要去哪？把这帮我递一下。不，是要去找那照片上的人吧？什么照片上的人？你是谁啊？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！还说评弹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，西厢唱的蛮好的嘛。哎，你干嘛？什么我干嘛呢？少爷，老爷没发话，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。不是，你是谁呀你？我啊，我是海默的表嫂，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了。什么表嫂？哎，少爷，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？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，你甭想抵赖啊！什么亲事？你别胡说！哎呦，装，你可真能装呀！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，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。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肖的学生妹来得早。行了，没过门少说话，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。哎，干嘛呢？这是他的东西，现在是我的东西。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亲事啊？别瞎嚷嚷。泽明兄啊，你刚才说这事儿难为兄弟了。兄弟不能，这90号放个人，还不是占着您一句话的事儿。那布行的刘老板呀，他不是外人，是我那3姨太表哥家的连襟。你说这关系，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。他们家愿意出10根黄鱼，请站里兄弟喝茶。90号呢，还是日本人说了算？志飞兄，这全苏州都知道，90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，您才是撑大场面的。您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，掉脑袋的。嘴上不说，这全苏州，谁心里不明白？志飞兄，您上眼。这是刘家祖传3代的宝贝，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，绝对的稀罕物事，给嫂子带着玩。哎呀，泽明兄，客气了啊。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？刘光达。行。站长，抱歉，站里临时有事儿来晚了。那个，王会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自罚一个啊。来，金海啊，90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？刘光达，有吗？有。犯了什么呀？贩卖私布、通共、贩毒。有人命吗？那倒没有，好像是打伤2、3个邻居。日本人知道这事儿吗？知道。站里有多少人知道？行动科、审讯科应该都知道。边科长，请兄弟们喝茶。把人放了，往大内就写无人证物证，查无实据。明白。去把刘光达放了。志飞兄，连科长，感谢，有劳了。
快搭把手！哎，好，少爷少奶奶，您可算来了。来吧。少奶奶，我带您去房间吧，这边请。车行的这批伙计啊，都是今年征的新兵，工人居多，还有学生、小知识分子，在车行当车夫掩护。王科长说了，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，任务通知。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？9个人5条枪，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，咱们够一个班的。尊敬的肖若彤小姐，未遇到你之前，我没想过结婚。遇见你之后，结婚这事儿，我没想过和别人。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。云，则意中此生之信。民国30年10月8日，于姑苏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。张琪，你好。你好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目标一直在固原，没有离开过。姓顾的好像被他爹软禁起来了。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固原前头临南市的街拐角，这几天突然摆了个报摊，像是90号的头，感觉是在保护姓顾的。还有啊，泾河这边有周鹏，总有3、5不明的人。看样子，咱们不能强攻。顾一中的父亲顾西行北伐的时候，就是国民党的师长，底下的管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，骁勇善战，家里的花匠、厨师、打杂的，都是当年的士兵，不仅会耍枪，听说顾原还存了不少的军火，平时防范甚严。张同志，你回去盯住，只要他们一出门，我们就动手。静海来了，嫂子，正好，快给我们小厮看看，穿成这样精神了啊！精神的，来给爸爸看看，给做了4套夏的、2套秋的、3套冬的。但是老周，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得要死，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？不用，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。在东阳那边，小学生冬天不让多穿。哥嫂，尤飞什么时候启程？下礼拜。来，金海，不用，别收。谢谢金海叔叔，谢谢建仁。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，给尤飞装张行色。礼拜天，松鹤楼我们摆一桌。金海，你得来，一定来，把小兰也叫上。好的，哥嫂啊，先回了。妈，你就知道魁放兄最好。别学你妈。分嫂，太太从我照相馆的林老板打电话过来，说刚子隔一次上午10点钟来拍照。我没有约他来拍照啊。我约的。我想着尤飞去东阳之前，咱们周家来一张全家福。哎，好，开心点啊！好，来吧，儿子，走。尤飞啊，你来一趟，我跟儿子说2句。好。还记得家谱吗？你再背一背。
我先祖世居宜兴国山，史迁祖方，生于明洪5年间，卒于成化间。因靖难之变，迁居东阳堂里，分李、义、仁、智4支。3支周人科生高祖周求山，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，祖父移居城下里，生父亲周之飞，周之飞生周右飞。我周右飞，江苏宜兴国山周氏11代孙。太君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惜行要出任无限知识的小道消息。可是这个顾惜行也挺能沉得住气，既不承认事实，又不正面造谣。还有人往他们顾园过分。顾惜行一直以苏州民士自居，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，日子自然不好过。就怕他们溜之大吉。不过太君您放心，我已经加派人手，前后门盯住顾园，顾一中插翅难飞。让你的人先撤离顾园。撤离？做好准备，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，让他们先打起来。明白。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，无限知识这个事儿，顾惜行最后不当也得当。